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我是董進喬，向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問好，大家好，大家平安。馬上介紹這集的3位來賓，第一位是前立委蔡正元，喬哥好，大家好。第二位是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以及我們的前海軍艦長呂禮詩，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歡迎3位來賓加入我們今天的討論。那今天一開始的頭條重點呢，是要持續看現在火藥味越來越濃厚的中日關係了。那正當全世界都在聚焦這一次中國總理李強還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們在 G20 上面會不會有一些破冰的互動呢？那結果是這兩個人連最基本的禮貌互動都沒有。來，我們請導播來帶一個畫面來看到這一次很明顯呢，對比之前高市他是開心迎接川普總統，兩人又是挽手下樓梯啦，又是有說有笑。這一次他跟李強呢可以說是零互動、零接觸、零眼神交流。那麼日本媒體還形容高市早苗是這個經歷了一場非常令人尷尬的一個災難性的外交那他本人是重申，不管現在跟中國的關係怎麼樣，那他希望日本的立場是沒有改變的，希望跟中國建立有建設性且穩定的雙邊關係畢竟現在這幾年非常流行去日本旅遊嘛，那中國老百姓的這些觀光財賺起來不香嗎？但是呢，現在雙方關係鬧僵了，可能中國遊客都不去了。日本的經濟也傳出了3大的崩盤警訊包括了 GDP 6個季度以來是首次的萎縮，還有通膨已經是連續43個月突破了這個日本央行的警戒線，物價狂飆啦，薪水不漲啦，還有這個日本的匯率已經低迷許久了，都讓日本很多的朋友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難受。那當然還有債務的問題等等，種種內部隱憂都沒有解決。那麼現在又來一個中日的外交矛盾那高市鮮明的立場我們都知道，但到底為何他要在這個節骨眼上感覺不惜跟中國硬碰硬呢？我們先請教楊老師。其實日本現在整體上看起來經濟層面大家的感受真的是越來越嚴峻10月1號開始很多的物價都在調高，可是生活上基本上這幾年都感覺上沒什麼太大的變化。那因為觀光以及服務業的這個提升呢，使得街頭上觀光的這些景點其實是很熱鬧了許多。我覺得接下來這個影響會是長期的，也就是基本上日中關係、中日關係都難以止跌。關鍵一方面，高市現在人氣很旺，好幾個民調從65%、69%到最近的讀賣新聞出來72%。那當然，讀賣新聞它有一點機構效應因為它是比較保守的報紙。可是你問到對於經濟、對於各個層面的這個表現，高市的政策的滿意度如何？目前我覺得都還是停留在蜜月期。可是對於就是中日關係的這個看法，大概是在讀賣新聞是56%、25%這個跟共同社做的48%、44%就有差別。那當然就是贊成跟反對。特別他在國會講的話，以及中日的這個互動的關係，所以以現在看起來，我覺得他在民粹跟支持率上，他其實是有恃無恐。他覺得他現在已經跟過去日本曾經最輝煌的小泉內閣時代的這個民望一樣高，因此他不需要去改變任何的這政策。那另外一方面呢，當然他代表的是這30年來，他1993年從政進入政壇。到現在為止，他站在的是比較保守右翼的立場，也一直都沒有改变。其實他所參加的談話會以及相關的這些團體，對於修憲、安保3法、集體自衛權、美日安保，甚至安倍後來提出來的台灣有事、日本有事，都做過一些討論。而這有它的一個整體的關聯性，在法律上、在政策上，在日本要如何成為一個正常軍事大國的這種戰略論述上。所以我覺得高市講出來的話不是他突然的，是他一直有這麼堅信。也許那是在質詢當中，他自然的就講出他堅信的話。他講出來當然就不可能收回去了。一方面這個民意高民意高3個原因第一個，他抓住了美國，他抓住了川普，是日本人覺得這個是做的正確。第二個，右翼的媒體跟一些網絡的右翼不斷的在支持他，在捧他。所以大家其實反對他的聲音並不是很明顯的出來，雖然都有一些這個過去的首相還有一些政治人物，還有一些學者有講話。第3個當然也就是他發錢嘛，經濟上這就沒什麼問題了，拿錢就開心，對不對？那
不像我們這個普發1萬搞了半天，搞這個終於才出來。那出來之後，民進黨的立法委員在那邊這個表態，好像都是他們的功勞。那他不是，他主動就發2萬啊，對不對？所以呢，這個就大概是川普也現在看到他這個效果不錯，可能接下來要發個2000塊美金哈。所以現在政府這種搞民粹，然後呢劇場比較極端的民族主義式的，幾乎大概都是這個樣子。所以你說他什麼底氣？就這是在民調、右翼以及在他的就是整個這個跟美國的關係上，他這個底氣啊，還目前看起來還有一段時間。我個人認為啊。中日關係其實這個惡化很難止跌，大概在高市的任內大概不容易有太大的變化。是，好，說到日本的這個問題哦，這幾年日本的利率有多低迷，大家都很清楚，每天都是甜甜價，所以也吸引了包括大中華地區的遊客，甚至全世界的遊客，這幾年都瘋狂的去日本旅遊、購物、去消費。但現在，中國大陸不鼓勵大家去玩嘍，減少觀光團，減少你的航班，郵輪要改道，香港還取消了一些學生的活動等等，讓日本的觀光產業呢，頓時是失去了一個最大宗且穩定的海外消費群體啊，那也就是中國遊客。而且這只是中方啊，我先不買你東西，不去你家玩的輕微反制了。要知道他們對付美國的這個大絕招，我的稀土、我的原物料出口管制限制，這些都還沒有對你日本拿出來用，那你就已經先感受到經濟上的壓力了。那俗話說，少賺錢啊，比賠錢更痛苦啊。感覺現在日本就有一點這樣的感覺，所以他們在 COVID-19 之後，積極的蓋了非常多的新的飯店，非常多的這些觀光的相關設施，就是為了迎來全世界旅客嘛。那現在中國遊客不來了，那這些設施跟企業當然也會受到一些營運上的壓力。那艦長認為這波抵制潮會不會造成一些倒閉的後果？一定會的啊，因為我們之前所看到的，也就是有關於水產品的部分，可是那個只跟這個單一的一個業種，而且呢，那只有單一很小的一個範圍，可是現在已經擴大到整個方方面面了。如果我們來看說，有關於水產品的話，在2022年跟2024年的時候，我們來看2022年其實還佔了將近快要1/4。是。可是到了2024年，因為福島排放核污水的部分，我們就看到幾乎已經快要小到不予列計了，快已經消失了。那這是最大的差別的部分。那現在大概本來是說開放的，到11月已經開放了，可是現在又回到以前，是不是又要回到這個幾乎快要不予列計？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啊。但是其實中國、美國、日本跟中國大陸，他們兩國其實是非常重要的貿易夥伴啊。來，我們來看這張啊，也就是有關於日本出口的最大宗的第2國，其實就是中國大陸。對，而且它佔的比率是到了17.6%。那如果說有關於進口的部分，中國大陸是第1名，最大的，那也就是它佔的是22.55%。那我們剛剛提到了這麼多的一個例如說，無論是遊覽車，無論是飯店，或者是餐飲業這一些部分，其實都是比較容易進入的一個產業啊。那現在如果說中國大陸全面抵制的話，那其實它的這個產值看起來可能影響的層面並不高，可是影響的人數就會很多，非常廣。對，那如果影響的人數多，也就是開始動搖了自民黨的未來的那個長期執政的一個體制啊。那而且最大的問題是啊，中國大陸的觀光客不去日本的話，誰能夠做個替代？哪一個國家能做替代？而且我們剛剛已經舉了那個業種這麼多啊，我們要注意一件事，就是一日之所需，百工斯為備。我們只講到了有關於遊覽車的部分，遊覽車的後面呢，它的油料的部分，還有它的保養的部分，所以各方方面面全部都會受到影響。另外還有藥妝的部分，真的。所以我們看到這麼多，現在只是開始，其實中國大陸只是敲打一下而已，真正的狠招還沒出手。真的，我每次去表參道或是銀座，真的是手上提的精品袋的呢，基本上都是說中文的遊客了。好，我們再來看到。說出去的話就跟潑出去的水一樣，很難收回來。所以高市這一次台灣有事論呢，就讓日本的資深評論員這個田崎史郎他就說，如果高市撤回他的發言的話，那就意味着這個高市政權已經終結了。
但另一方面，日本的經濟學者田代秀敏則警告，如果高市要這樣子堅持自己的立場不回頭，那將一起陪葬的可能是日本的全盤經濟啊。那前首相石破茂也開炮，認為台灣有事論，這是日本很多政治人物都曾經討論過的東西，但是你不能公開放到公開台面上場合來講。好，所以面對眼下這個日本面臨着政治跟經濟的兩難抉擇，高市他現在是要堅持自己的論述、自己的立場跟政權，不惜讓日本的經濟一起陪葬下去，還是說懸崖勒馬來認個錯，向中國求和？哎，大家還是回來玩吧，多吃多買，錢照賺，酒照喝，大家還是好朋友。蔡委員，你認為怎麼樣才是一個最佳的解？我判斷是既不會化解，也不會有經濟陪葬，更沒有低頭求和。這是一個中日雙方最關鍵的戰略利益的較勁，也是高市早苗講的不是一個話，他只是把一個日本的核心的政治狀態，像冰山一樣浮出水面而已。所以剛才楊教授我特別提到，他有70%的民意支持，我為什麼要退？你要知道，在這種西方式的選舉政治底下，我有民意，我就有選票。那其他的，如果政治壓力、經濟壓力，甚至軍事壓力沒有辦法使我的民意退潮，那我寧可選民力救民力。你說他民粹也好，你說他一時也好，等到退了再說。但我個人的觀察，這一波日本的右傾的風氣，並不是從高市早苗開始，而已經吹了很久了。就以2021年來講，日本自衛隊已經規劃在台海周邊從事軍事活動。解放軍知不知道？知道。從2023年啊，當時的台灣的軍隊、美國的軍隊跟日本的軍隊已經做聯合指揮作戰的兵推，這什麼意思？就是大家都在準備。那中國大陸知不知道？當然知道。也就是說，只是把一個本來大家都不想掀開的鍋蓋，高市早苗可能是不小心的，可能是刻意的，可能想要做一個壓力測試。這樣丟出來，端上台桌了。端上台桌，所以中日之間的核心利益已經進入一個淺水區，還沒到深水區，相互給的壓力測試。這個壓力測試會不會使得日本的經濟崩盤？我認為不會，因為日本的經濟並不是建築在觀光業上面，所以觀光業也許產生很多失業啦，產生很多退潮啦，表參道啊，或者等等啊，會很多購物人潮會衰退。但是這不是日本經濟的主軸，日本經濟害怕的是它的汽車賣不到美國去，這個還比較實際一點。所以整體來講，他在接受日本經濟的測試，一樣的道理，中國大陸也在經歷一個跟日本脫鈎斷鏈的經濟測試啊，所以雙方面的壓力測試已經開始了。再來政治上了，中國大陸一連串的行動，不管是在國際法上，在國內行動上面，在這個所謂方方面面的軍事準備方面，中國大陸也在給日本壓力測試，相對的也給自己壓力測試。但是不管如何，高市早苗作為一個選舉的政治人物，一定是以保住自己的政權為優先。日本經濟以後再說，日本政治以後再說，外交更不是問題，這個不會是政治有考慮的重點。所以他現在因為他的民調已經高漲到了一個非常高，以及不太可能再高的階段，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為什麼現象呢？他當然不會逢高殺出嘛，所以他現在就裝乖、裝無辜、裝沒事，然後看你中國大陸怎麼辦。而中國大陸自己也要負起相當的責任，就是他把日本右派的起來沒特別的注意。為什麼沒特別注意呢？我來舉3個例子就好。2024年9月25號，日本自衛隊的驅逐艦叫沙扎納米通過台灣海峽第一次，解放軍沒吭聲。2025年2月4號，日本驅逐艦 Akizuki 通過台灣海峽，中國大陸裝作沒看到。今年2025年6月12號，日本驅逐艦 Takanami 也通過台灣海峽。那日本的驅逐艦通過台灣海峽，跟其他國家政治有沒有不同？你現在就看出不同了。所以中國急着要去引用聯合國憲章裡面的所謂敵國條款。對，為什麼？亡羊補牢。所以前段時間輕忽了日本右派勢力的崛起，縱容日本的軍艦可以打着
這個自由航行的口號通過台灣海峽，這本身沒有把它解讀成右派勢力對中國的挑釁，以及對台海戰爭的準備，而把它解釋成跟美軍跟其他艦隊一樣，那就一個很大的失誤。所以中國大陸也要面對自己的壓力測試。未来如果有日本軍艦再通過台灣海峡，你是不是還是一如既往？是，没錯。這個聯合國憲章的討論，我們待會也會跟觀眾朋友展開並做解釋哦。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